蓝光计划呢是在1994年被揭露的事件。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以前呢，我们会觉得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对其嗤之以鼻。可是放到如今2023年呢，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里面很多的细节，让人毛骨悚然。尽管20多年前所说的所有的技术细节呢，在现在看来呢是有点过时的，但这位揭露者所说的主脉络呢，却是很好的将几件事情串联在了一起。比如说新纪元人类觉醒外星人基督再降临新世界秩序等等。而它呢与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呢相当吻合。所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蓝光计划。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会开启免费的抽奖活动，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那说了那么多，什么是蓝光计划呢？蓝光计划就是冷战之后呢，西方世界的野心呢迅速膨胀，想占领世界更多的资源嘛。但当世界的发展与其预先设定的剧本相去甚远的时候呢，西方世界就失望地发现自己对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正在逐渐的衰弱。因此呢，西方的精英团体中就出现了一个秘密政府，他们计划使用宗教这个人类历史中最强大的武器，对其各种信众呢进行精神摧毁。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呢，就是有一群阴谋论者呢，打算通过军方的3D 全息投影呢，在天空中投射出当地人所信仰的神明的立体的影像以及 UFO 战舰，将世界呢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以便呢影子政府接管并重新建立世界新秩序，使地球上的70多亿人口呢减少到他们理想中的5亿。而在蓝光计划中呢，有这样一个剧本他们曾经告诉所有人在2012年的时候12月22日，还记得吗？世界末日会降临。在所有人的心里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这样呢，当蓝光计划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高科技天降异象呢，让所有人都认为是有世界末日存在的。接着呢，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考古学家呢就从这个地震中发现了新的遗址。经过研究之后呢，他们就断言世界上的各大宗教的基本教义其实都错了。而这个新的发现呢，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民呢都对现在的信仰而产生怀疑。当时就导致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该信仰什么。从此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人为的制造天灾地变、经济衰退。在某一天呢，世界各地的天空都会突然之间出现神灵的立体形象。亚洲呢会出现释迦摩尼，中东会出现阿拉，欧美呢会出现耶稣，印度呢会出现毗湿奴。而每个地方呢都会有不同的神灵。即使是在你的电脑上、你的家里、你的收音机上，以及有线无线的电视上，都是出现这个样子。甚至是你的脑子里，你听到的广播中，你都可以听到上帝用本地的语言在告诉你、跟你讲话。他会说，上帝已经决定抛弃旧的宗教体制来拯救你们。如此一来呢，所有的人都会像是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对那些天空中的投影呢充满了信心，甚至呢会死死地抱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言听计从。之前上映过一部电影呢，与这个蓝光计划非常的类似。电影的名字叫《地平线》，它是讲述在一场虚构的不明飞行物要袭击地球的战役中呢，全世界的政府都被迫呢抛弃偏见，解除武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新世界秩序。在民众的请求下呢，新世界秩序的政府实施了戒严，并对幸存者呢进行了集中管理。服从命令者呢就可以躲入地下避难，不服从命令者呢则是只能在地面上自生自灭了。而蓝光计划呢，虽然听上去很难以置信，但的确有许多人深信不疑，因为所有演出所需要的设备呢几乎都已经就位了。影子政府的黑科技遥遥领先民间数个世纪，人造的天灾地变呢其实很早就可以实现，再加上已经闻名的高频主动极光研究项目，指哪打哪，不留痕迹。全息立体影像、3D 成像技术呢也都已经是旧的科技了。而全息的光学理论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电脑的远程操控呢更是小菜一碟。而脑波以及极低频的思想控制呢是从冷战开始就已经研究的项目，所以全球的脑控制受害者呢都在揭示这一技术的成果。从90年代初呢，加拿大的国际自由新闻社的记者塞尔日呢就向外界披露了蓝光计划，代价呢是他与另外一位一起进行调查的同事呢在数周之内相继因心脏病死亡。那奇怪的是，两人过去呢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心脏病的问题，当时呢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在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的今日呢，人们才开始正视蓝光计划的可行性。
如今呢，塞尔日的著作《世界新秩序》呢，开始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里面就说呢 ，NASA 的蓝光计划呢有4个不同的步骤，以实施新纪元的宗教，这是新世界政府的基础。因为没有它呢，新世界的秩序统一是不可能的。所以下面呢，让我们来讲解一下蓝光计划的这4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对全部的考古学知识进行重新的解释。这一新的考古学发现呢，最终会使大家明白一切根本的宗教学说呢都是错的。对于这个讯息的扭曲呢，将会被用来让各地相信他们的宗教的教义已经被错误的解读了数千年。第一步的心理铺垫呢，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电影来展现了，比如说之前看过的《星际旅行》独立日等等，都有了一定的铺垫。这一切都牵涉到了从宇宙中来的外来生物，然后所有的国家都团结在一起呢，一起击退入侵者。第二步呢，他们就会上演一场太空表演，它是由3维光学全息影像和声音来组成的。在世界上的各个区域呢，用激光投射多重全息影像，每一个图像呢都要适合本地区域中的主要的宗教信仰。新的上帝之声呢，将会被用各种声音语言来播放。他们已经制造出了一台超级电脑将不同人类的解剖学人脑的电学、化学生物学性质都输入到超级电脑当中，使电脑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人的身体、精神的状况。那这些电脑呢，还储存着各种人类文明的文字和意义，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都可以由人造卫星呢传输到电脑之中。在这第2个步骤之中呢，会有2个不同的部分。首先要说的是太空秀嘛，那这个太空表演会来自于哪里呢？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各地将会得到各种应验预言世界末日的事件的画面。这个立体影像呢，将由人造卫星投影至地球上空的60英里处的大气层之中。之前我们就会定期看到一些实验，这些实验呢，通常会被称作 UFO 或者是飞碟。它们呢，大部分其实就是全息影像投影的一个实验。这些刻意上演的世界的结果呢，将是向全世界展示新的弥赛亚，就像之前传言的基督再降临一样，以便呢立即实施新的世界宗教。对于一个毫无戒心的世界，这足以让他们陷入谎言之中。而蓝光计划呢，将使人类确信呢远古的预言成真了。它将利用天空呢作为电影的幕布，人造卫星呢将把画面呢投影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并在各个区域呢使用不同的语言方言。而电脑呢将与人造卫星进行协同工作，而且就绪的这个软件呢可以进行空间演出。所以全息影像是建立在几乎完全一样的讯号的基础之上，结合产生具有景深透视的图像以及全息图，而且他们还可以使用超低频乃至于低频声波和光学现象。所以具体来说，该节目将由多个全息影像组成呈现在世界各地，而每一幅影像呢都会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宗教为基础，任何地区都不会遗漏。随着计算机的动画和声音从太空深处发出，所以不同的宗教的狂热者呢，将以一种极为真实的视觉亲眼见证他们所信仰的弥赛亚归来。然后呢，对远古奥秘以及启示的正确解释呢被揭示以后，耶稣、穆罕默德、释迦摩尼、毗湿奴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形象呢，最后将会被融合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呢，这位独一无二的神明就是弥赛亚。届时他会向世界所有的人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经文会被人曲解，而旧的宗教世界呢是产生分歧的原因，导致了人类相互斗争，所以他们需要被淘汰，才能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如此精巧的欺诈呢，自然会引起大范围的骚动以及宗教界的瓦解。而且呢，这个事件会出现在一个全球性无政府的状态之时，或者是世界性灾难造成普遍动荡之时。如果我们将这种空间展示方式与星球大战同时进行的话，那我们将会看到一种融合了电磁波、催眠方法，而这种方法正好就是影子政府长期深入研究的主题。那有什么证据呢？在1974年研究人员夏皮茨呢在谈及一项研究计划的时候，他就指出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去接受或转写信息的情况下，催眠者的语言呢可以被电磁场直接转化成人类大脑的潜意识部分。而电磁场影响的人呢，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讯息的输入。人们会认为理智的行动呢，都是由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催眠。蓝光计划的第3步是该计划与心灵感应以及电子增强的双向通信一起进行。其中极低频波呢，将从他自己的思维中传递到每一个人，说服他们每个人自己的上帝正在从他们的自己的灵魂深处与他们对话。
而卫星发射的这种数据波呢，其实是来自于超级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储存了地球上每一个人以及大数据，然后呢，微波将与人类的自然思维交织在一起，形成我们所说的人工思维。这种技术呢，也许大家会认为是天方夜谭，其实呢，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研究。而当时呢，人脑会比作计算机，信息被输入、处理和整合，然后制定响应并采取行动。思维控制者呢，操纵信息的方式与计算机的语法操纵信息的方式相同。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显示，西方当时已经研制出了一种通信装置，这种装置能让盲人重见光明，聋人听见声音，跛脚呢自然行走。它能够减轻晚期病人的痛苦，不需要用药或者是外科手术。就如科幻电影中那样，一个人也许会在临死之前用尽一切手段生存下去。但这个通信装置仅靠一种崭新的方法来观测人类的大脑、神经以及肌肉的系统，同时呢也观测到了极低频的电磁波，就可以运行。但遗憾的是，这并不会成为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走路的工具，因为它是新世界秩序的这个傀儡之主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分而治之呢，这个古老的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应用。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安全感感到害怕，并且互相开始猜忌。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精神控制。要想对蓝光计划所依据的科技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得参考一下20世纪70年代刊登在《今日心理学》上的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克康奈尔所说的话。他当时说有朝一日我们就能够把感官剥夺与药物催眠相结合，巧妙地运用于奖惩的手段，而达到对一个人行动的绝对控制权。这样就可以迅速有效地对人们进行洗脑，从而极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性格。新的世界秩序是建立在现有的体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老的思想、行为方式、宗教全都是过时的，是不正确的思维方式。空军中将伦纳德·佩雷斯他就说他见过他们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将信息植入敌人头脑的武器，同时敦促自己的部队做出超人的英勇行为。该设备采用极低频的脉冲的1000兆赫兹频率电磁辐射，这种武器可以用来诱导完全的感官剥夺，通过对如此高的这个功率向听觉神经广播信号，以至于它能够阻止个人听到自己的思想的声音。在1986年由阿拉巴马州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就出版过一本书，书里就说另一种脉冲微波设备是可以直接向个人传递信息信号的，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监测到。该设备产生的微波以及音频频率进行调制，可以将信息直接广播到其大脑之中。所以我们回过来再看 NASA 的蓝光计划潜意识双向通讯和来自于太空深处的图像的广播直接对应的这种技术是可行的。而诺贝尔奖提名人罗伯特·贝克尔博士在他的书《人体电器》中就描述了艾伦·佛里在1960年代初进行过一系列的实验，其中就证明了这种现象。他亲自接受了测试，证明他是可以通过无回声隔离室听到并理解传递给他人信息。正常人无法在这个无回声隔离室里面听到任何的声音，除了自己的心跳声。这是通过一个微波脉冲听力图来模拟了某种单词声音的震动，直接就发射到了屋内那个人的大脑之中。而贝克尔就接着说这种设备显然适用于秘密行动，意指是用某种声音将目标逼疯，或者是编程好这个程序之后直接投入到刺客的大脑之中。所以有了以上种种的全息影像催眠的这些实验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蓝光计划。当所有人都听到来自于新世界弥赛亚的声音的时候，他将从太空向地球所有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混乱，其规模一定是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在1978年詹姆斯·林恩在《微波听觉效应和应用》一书中就介绍了怎样可以把听到的声音直接传递给人脑。其特征就在于接收者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来自于外界植入，他们都会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如果人们不相信这项科技是存在或可行的，或将其视为科学幻想的话，那么他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当万千星辰在这个宇宙中开始闪烁的时候，新的救世主就会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而那些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人也没有时间拯救自己免受这种技术的侵害了。蓝光计划的第4步是用电子的手段实现普通的超自然显现，它包括3种不同的方向。第一是让人类相信外星人入侵即将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主要城市，以挑衅当时的这个核大国使用核武进行反击。
这样呢，所有那些发射核武的人呢，一旦在被入侵被证明是虚假的时候呢，都要求他们解除这个武装。第二呢，就是让基督徒相信该事件会在一个外星文明的干预下发生，来拯救地球人免受恶魔的伤害。他的目标是在天空秀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内一举解决所有反对实施新世界秩序的主要反对者。第三呢，是电子技术和超自然力量的混合，届时所有的电磁波将被允许超自然力量通过光纤、有线电缆、电话传播，以便呢各种电子设备立即渗透到每一个人，然后呢将所有的人推向疯狂的边缘。在千星之夜之后呢，全世界的人们将准备好迎接新的弥赛亚，不惜一切代价的重建新世界秩序与和平。很多人也许会问这个计划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之前会有什么前兆吗？加拿大记者塞尔日呢，他就说根据我们收到的许多的情报呢，我们就认为这将开始于某种全球经济灾难，但这个灾难还不至于崩溃，足以让他们引入某种介于纸币和电子货币之间的货币。这种中间的货币呢，将被用来迫使任何有钱人花光钱财或上缴现金，因为他们明白有些有钱人是不服从他们的。如果每一个人都破产了，没有人能够资助任何形式的战争呢，纸币也不复存在了呢，那所有人就很好控制。一旦所有人都没有了现金和储备金之后呢，大家都会100%的听从。那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独立呢，新世界秩序还在所有的野生动物中植入了芯片。那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想确保那些不接受新世界秩序的人将无法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生存。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呢，他们将被卫星锁定。当然了，这个记者所说的蓝光计划的真实性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嘛。也有可能是为了博人眼球而混杂了一些真实的事件呢，然后杜撰成了一部小说嘛。所以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小雨之前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以及小唐抱过的娃娃哦。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的留言哦，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